时至今日，中国的高速发展早已引发了美国精英阶层的普遍焦虑心理，尤其在航天领域，火星探测、空间站、月面探索，让美国人着实不是滋味。最近就有美媒为了突出美国航天技术，居然认真的出了个馊主意。在7月31号，美国《华尔街日报》突然成为了美国舆论的焦点，而原因则是在当天的该媒体刊登的一则十分大胆的文章。在文章的作者建议，当前中美竞争激烈，为了刺激美国人民的信心和勇气，应当把拜登总统送上宇宙去。看到这个建议，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哪个三流小报登的胡言乱语。但是还别说，作者还真不是什么业余人士，而是资深内部人员。据了解，该文章的由美国空军中校智库研究人员克里斯托夫·穆德勒以及时政专家拉斐尔·皮列罗共同编写完成。很难想象这是个认真想出来的馊主意。按照这两个专家的说法，美国想要重新回到原本的轨道，除开人民的努力外，还需要有被世界瞩目的典范引导，而前者需要有人激励和引导，后者需要有重大的事件表现。因此，美国总统可以尝试在外太空亲自观察地球。虽然不是很懂这两个人的逻辑观点，但大受震撼。这可能就是美国人定义的含有物理性质的高见。文章也提到，拜登如果要去太空，那么势必会影响到美国航天技术的更新迭代，这对于当前中美在太空领域的竞争来说，将会有实质性作用。而以拜登的状况送上天，还能激发出社会上对航天领域的关注。文章的原话是重新点燃美国的冒险精神，以刺激社会资金和人才流向航天领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航天技术来说，在突破地球引力进入轨道的一段时间里，对于人体的负担其实十分沉重。以拜登那个上个飞机能摔3次的身体状况来说，可能把拜登送去宇宙是假，送上天是真。也难怪有网友嘲讽，拜登上天可能半分钟就够了。美英组团在南海秀肌肉，山东舰携055严阵以待。中方警告，搞炮舰外交注定会失败。敬请关注本期节目。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南部海域可谓是热闹非凡。经多方消息证实，英国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目前已经驶出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南海，而且还正朝着正北偏东方向航行。与此同时，美军在南海也有了新动向。有消息显示，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滨海战斗舰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目前已经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预计在未来很有可能会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开展联合性军演。对此有分析人士称，这很明显是美国和英国在组团向中国秀肌肉。在此前英航母还没有到南海的时候，英防长就曾对我们放下狠话，不仅叫嚣他们的航母编队会穿越中国南海所谓的争议水域，而且还要求中国要对其自由航行予以尊重。不得不说，英国这脑回路真的很新奇，明明自己派出航母在别人家门口挑衅，现在反倒提起要求想被尊重，这或许就是典型的西方强盗逻辑。除此之外，美国媒体在看到英国航母驶入南海之后，居然开始拱火怂恿他们闯入南海岛礁的12海里线，这无疑是对我国领土主权赤裸裸的挑衅。因此，中方除了对其进行严厉的外交警告之外，还在近日连续举行了多次实弹射击演习来欢迎英国航母的到来。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场实弹演习之外，中国山东舰近期的位置也随着英航母进入南海而曝光。据外媒的卫星图像显示，山东舰已经离开了三亚母港，而且还带了2艘055驱逐舰，与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位置只相距580海里。对此，有军事专家认为，在美英组团向中国秀肌肉之际，国产航母山东舰的出现无疑是我军下定决心抵御外敌的最好证明。因为山东舰携055离开母港，意味着他们已经严阵以待，处在战备状态。一旦美英有任何危险动作，山东舰就可以直接出击，将他们驱赶出去。至此，我们想说，虽然美英等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地说要坚持维护稳定的国际秩序，但其实他们才是引起地区局势紧张的罪魁祸首。正如中方所表态的那样，我们奉劝西方国家手不要伸得太长。在如今21世纪的今天，西方想搞炮舰外交的那一套注定会失败，而任何挑衅中国的行为，最后必定会遭到解放军的猛烈反击。自印度耗费天价采购法国36架阵风战机以来，印度国内舆论对于阵风的鼓吹就从未停止。而如今，印度经济严重衰退之际，又传出要天价采购阵风的消息。而这一次，法国人给了印度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据印媒《欧亚时报》的消息显示，印度采购的阵风战机最后一批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抵达。而因为邻国边境争端问题，导致印度空军的尖端战机捉襟见肘。
无法有效应对来自2个方向的压力。如今，这36架阵风战机有效地缓解了当前印度空军的压力。不过，伴随着印度现役战机的退役计划，未来印度空军仍然会出现大规模的力量空缺。因此，印度军事专家莫汉巴哈杜尔透露，印度军方还打算再次采购36架阵风战机。据这位印度专家的说法，在未来的4年内，印度空军想要将最后一批的米格21中队退役。由于技术或者制作的问题，这款战机在印度空军中坠机率极高。有统计显示，单米格21一款战机平均每年就要坠机12次。而作为后续补充，美军的超级大黄蜂 FA-18EF、米格29K 和阵风战机已经在角逐竞标。不过，阵风很可能成为首选目标。莫汉巴哈杜尔指出，印度想要成为军事制造大国，就必须拥有独立自主的研发和制造技术。但是因为局势问题，印度大量采购了国际军事装备，导致压缩了印度军工的资金投入，自研的装备无法有效满足战场需求。而 LCA 战机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制造出来之后，即便是印度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也对此十分排斥。为了提高印度的制造业，在印度第一次天价购入36架阵风战机时，法国赛风航空发动机公司与印度斯坦公司签订协议，阵风战机的 M88 航空发动机会在印度组装和制造，并且与印度斯坦公司进行研发项目合作，共同研制大推力的航空发动机。而这一次，法国为了赢得竞标，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即法国与印度约定，只要印度再花天价买下36架阵风战机，那么法国会将 M88 航发的制造技术转让给印度新德里。这将让印度拥有现代化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进而全面提高印度未来国产战机的战斗能力。不过，有观察人士指出，印度这一次哪怕天价再买36架阵风，还是要被坑。制造技术确实是给印度的，但是发动机的各种零部件，就涉及到材料学、精密加工等等一系列现代化的工业技术，而这些东西必然会被法国人掌握在手中。印度光靠一个制造技术就想实现飞跃，有些痴人说梦。如果印度真的大规模使用法国人的 M88 制造图纸来完成国产战机的制造，那么印度未来的空军力量恐怕会被法国人用限制零部件出口的方式牢牢掌控。第12轮军长会谈在即，印度却往边境部署战机，印媒拱火，这是在为谈判加码。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众所周知，自从去年中国和印度在边境发生对峙之后，两国的关系就呈现出紧张的态势。不过，据印媒的报道称，中印可能很快就迎来了第12轮的军长级会谈，到时候中印双方将讨论拉达克东部局势和中印实际控制线形势，并将敲定下一阶段在拉达克东部脱离接触的协议。这是否意味着中印边境局势会迎来新的转机呢？就目前情况来看，事情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有消息人士透露称，中方原本建议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在7月26日举行，但是印度方面却找借口推迟，并要求确定新的日期。与此同时，印度时报又报道出了印军在近日已经往中印边境部署了8架从法国进口的阵风战斗机。对此，印度空军司令巴达乌利亚表示，这项部署是为了让印军随时随地都能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能够给对手形成新的空中威慑。虽然印空军司令没有直接说出这个假想的对手是谁，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中印关系紧张之际，并且又即将举行第12轮军长会谈，所以很明显他说的对手就是中国。比起印空军司令的含蓄，这次印媒倒是很直接。印度时报毫不避讳地直接讲出，印军在边境部署阵风战机，就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威慑。而且印媒还表示，印度可以借此在中印第12轮军长会谈中增加谈判筹码。毫无疑问，印媒的这种说法就是一种拱火行为，但同时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尽管我们一向是热爱和平，希望能以谈判这种友好的方式来解决边境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对方也抱着和我们一样的心态。如今事实摆在眼前，印军在会谈之前频频搞出小动作，还将他们引以为傲的阵风战机部署到边境。这次印度人自己都说了是在增加谈判筹码，那我们也一定要提高警惕。最后，我们想奉劝印度，不要将中国的善良当成软弱。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并不代表我们畏惧战争。如果印军想要跟解放军来场硬碰硬的较量，那你们注定是要以失败收场。况且，仗着几架进口的飞机就当是压制中国的筹码，恐怕这也是印度精神胜利法的最好诠释吧。